Hello，各位同学，大家晚安。Hello，大家晚安。看得到我吗？应该 OK 哈。好，来，那我们就先直接来回答旁边同学的问题。那正式课程一样，15分钟后9点整会开始，好不好？那有同学问到这个比特币哈，他说日线到了可以做空观察的边界吗？其实这个比特币的边界我觉得蛮不错的。我这个台达化的，等一下我来回答一下哈。来，我随便叫一个，这个任何一个平台了，我随便叫日线的边界，我觉得这个边界其实蛮不错的啊。对做空来讲，这个边界的确是很值得观察的边界。那你说短线里面，那就看你使用哪一个刻度。那例如说你是日线配60分 K，那就是在短线找到一些上不去的点。对不起，我收回，不是找到，是等到。这个两个差异有差异哦，好不好？那有同学问我说，今天的小纳我没吃在这里？没有，我没有吃在这里，因为这个时间这里这个时间我去，反正那个5点那附近，基本上我几乎都做不到单子，因为那时候就要准备要载小孩，要干嘛，要处理晚餐，各种事情，这样。不过你说如果我有看盘，我会不会吃？会，我应该会吃在大概3637。如果按照我的习惯，这个框框这附近。这里是一个大家很熟悉我会吃的聪明摸点，这个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对吧？好，那就大概这样子。好，然后呢，有同学问说，黄金1小时线是不是破了2037再回来吃会更漂亮？我们看一下黄金小时线哦。我现在用的是黄金期货哦，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跟你看的东西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是黄金的期货。然后呢，203你是指你要做多做空啊？如果你要做空，是不是这样子吗？这样 OK 啊。如果你要做多，我会再三的考虑一下，好不好？这样好不好？那有人说头发这么亮，对，今天去剪头发，他抹的发胶从早上放到现在，就为了直播我都不洗头这样。OK， 有人问我说，Before I success, how do I spend time on weekends? Practice more? Well, no. I spend time on weekends. I spend time sleeping on weekends. 我的周末有同学问我说，我成功以前，周末在干嘛？我没有花时间在练习，因为事实上我现在也不叫成功，我其实没有真的去定义什么叫做成功。我不会说我成功了，我财富自由了，我有被动收入了，我不会讲这种事情的哈。那我想讲的是，我的周末当时，因为我有2个小孩，平常他们要上学，要去幼稚园，要干嘛，所以周末绝大多数都是家庭时间。我就是跟老婆啦、小孩去公园走走啦，让小朋友玩玩沙啦，然后去近的海边玩玩水啦，然后或是就只是去逛逛夜市啦，大概就这样子而已。然后偶尔出去比较外地远一点点的地方玩，没有花时间太多在练习。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周末还把时间花在这，那我的老婆小孩就被晾着。那晾着以后，你知道，当你把老婆晾了一整天回来以后，你知道那个气吗？那个气会烧回来，很恐怖，好不好？所以就是这样，周末把时间留给老婆小孩啦，这样 OK。那我们看一下几个同学问的，刚刚好像有同学问到一只股票，13多少？1309哦，你说预计做到这个，来问1309的同学哦，你吃的点在这里对不对？你说预计做到18块5这里，你说这样好吗？如果你当初承受的风险这样子，然后做到这里是这样子，那以风险跟报酬的比例来说，这样还 OK 啊。但是这个计划好不好，不能落在别人的嘴巴里，因为我说不定想做周线的计划，那我想的东西可能又不一样。例如说，如果是我看周线，周线让我吃在这，我少说做到20，有没有可能20不会到？
说不定我讲了就不会到啦，或是就到了，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会取决于你当初设定好的计划。那我只是就这样看，你的计划做到高点，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你就要宽心接受一件事，来到这边震荡一下，继续喷到20，你就要接受这件事。除非你后面在这个地方，你还找到一些机会让你做回来，然后再回到20，对吧？除非是这样子，不然你就要接受直接喷上去也有可能。然后你只做一半，然后错过后半段。那你的计划如果到18.5，那就到18.5啊，开心做完你的计划，关电脑去睡觉，就是这种想法，这样好不好？那有人说多说一点互换的技巧，互换对新手比较友善哦。No No No， 互换对新手很不友善。来，我就用眼前的图就好了，按照我的标准，这边要上去，降下来，这个互换，然后这个小互换里面，你再等一个小小的破底翻，这才是一个好的互换。这是照我的标准。那你说这里算不算互换？好像也算，对吧？所以互换在这个地方很难抓，因为这个角它其实没有完全抬到这么高，它没有把这个比例给抬出去。哦，各位听到现在是我们客厅很远哦，客厅的扫地机器人它在吸那个的声音哦，这样。老婆会晒干吗？当你把老婆晒干的时候，你应该你就准备打包回家了哈。好，来再来，新手是不是只做破底翻就好？互换其实蛮好做，但是互换的好做是建立在我用小纳这种来举例例如说眼前的小纳，如果这边回来，这边还带着一些上影线的这样回来这个地方，我不会太喜欢做这个互换。你看哦，高点这里不过才76，回来这个边界这里也不过才68到76，连10点都不到，有没有？我喜欢的互换是这种，我用这个反方向的互换来讲，我喜欢的互换是这种明确的跌进来，再明确的涨上去，本来的支撑变成压力，这种明确的跌进来，小亚当涨上去，本来的支撑变成压力。你把这张图反过来，就是做多的图，那么我喜欢的是这种。那你在这个小地方里面，你去找到你要的，就是我们讲的尖尖的这个概念，然后再来做交易，对不对？所以不是每一个互换都好做例如说，我找一个不好的互换，我找一个，来，这个的互换，老于，这个互换脚没有抬高但是它上去了。我跟你说，这种东西如果发生在我早上才在讲，发生在60K 满足区，又有整理，而且整理的平台算够平，够久，这是15K 了。像这种，就算它脚没有完全抬高，都会增加我愿意下单的这个意愿。我的心中永远有一个天平，就是天平是这边下单的分数增加，我就下单的这个天平就重一点，就多加一些分数，有没有？然后这边是满足区，不要下多单，天平就减分。我心中有一个这种天平，那所以我随时都在评估说眼前的，其实就跟那个21点在算牌，有没有？是一样的。眼前的这个行情，它的分数够不够？分数够的话，就算偶尔有一些没有抬很高的地方，但是因为它所在的位置加分很多那可能花个1次2次还 OK， 这样好不好？好，所以有关于互换大概这样子。同学问说2454联发科是一个好的空方观察区吗？我们来看一下2454，来联发科好的空方观察区吗？来，我跟你说，为什么不好？来，我只问你一件事情，眼前的涂鸦我怎么涂？请问你它真的有跌破任何不该跌破的边界吗？有吗？它的关系真的有开始烂掉吗？对吧？所以如果从日线来看不行，说不定可能在小时 K 有，小时 K 也还没有。如果你现在就去做空注意，这很有可能会被先嘎掉再说，好不好？
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眼前你叫我们家8岁小男孩拿着彩色笔过来画，他也会画得出来这个边界，这个边界应该不会太难画。所以这个跟这个这样，好不好？所以这个我不会说要在这里做空。那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很值得做空的这种边界啊？来，我跟你说，如果这个边界又再度出现一次，我举个例子，这个借我用。如果它又出现这样子，应该，例如说隔天或明天后天这样子，应该出现大红 K 涨上去，反正应该是大涨上去的。结果有上去的，但是瞬间，就是冲上去，然后瞬间缺氧没力掉下来，这样子掉进这个区间内。从隔壁开始可以观察，而这个观察你不需要急着做，它还会在这边鬼混一大堆时间，你会找到这个边界，所以你就会画得出一个标准图空方的这个东西，你会有机会画出这个东西来，好不好？慢慢等，这个其实等得到。所以眼前的这样子跟你想要下单的样子，跟我想要等待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而我现在特别跟所有的人说，现在超重要的哦，大多数的人都死在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市场还没真的转弯，他就先猜它会转弯，可能快要转弯了，对，快要了。我开一个东西给大家看，眼前的小纳的日线图，来，你去看一下小纳的日线。各位，小纳的日线这种东西，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看到的东西，因为小 SP 的日线应该更清楚，你去看一下，我早上就在看这个日线。来，小 SP 的日线完全就是符合我刚刚讲的东西，涨，边界打出来，冲啊，一群人冲啊，结果这一群人被困在喜马拉雅山上，没有氧气，然后他们现在急需人家带着氧气给他们，一旦这些氧气没有到上面去，这些人就会一个一个直接用跳的，赶快跳下来，这样好吗？好不好？有人说我为什么也开始谈 smart money， 你等一下就会知道，你等一下就会知道我为什么开始谈 smart money， 好不好？哇，有人说什么用这个东西骗了1000万学费的学生最爱谈这个，好吧，人家怎么做，这不关我的事啊，我就不予置评，好不好？好，来，有人说发现钢铁人变成鱼缸，还有问我书年底，我跟出版社约的时间就是我年底前一定要把完稿交给他们，然后他们预计年底完稿，1月份会印好，那就看他们的这个出版的这个日期，他们怎么排这样。钢铁人变鱼缸了，对啊，那钢铁人在鱼缸的旁边了哈。好，8054，有人说我的早课很受用，很棒，对不对？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录完我都觉得，这个课程很好用，这样。好，来那个8054，我看一下8054在哪里？8054，安国日线。哦，等一下，8054继续等进场时间，你讲的应该是空方吧？你应该不是做多，对不对？来，看到这个东西，各位看到尖尖的朝上，你一定要有一个警觉心，就是市场在这边不一样了哦，好不好？这边这个案例我今天有列在投影片内，上个礼拜4晚上我们看到这边。这根有同学讲这是世界哦，上礼拜有来跟的同学应该知道。那我看到这个我就说，哎呦，很恐怖，这个赶快绕跑好不好？如果你没有绕跑，你看隔2天这一根你就吃到了，就直接从头吃到尾。而现在来，我问你哦，我问大家就好，我不想告诉大家未来的涨跌，但是请帮我看一下，就我圈起来这边，请问你圈起来这些地方是下影线比较多？还是上影线比较多，这不是我说的。来，这3天的市场搭配这个，哎呀，我相信你看得出来，对吧？
所以我如果要在这边做多，我的眼前一大堆上影线，好恐怖，大概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刚刚同学问的那一只这个应该不会是做多啊。空方的话，我认为还要等一下啦，因为它的惯性其实也还在上，你稍微多等一下，真的不会怎么样子，好不好？真的多等一下。有同学说简介的精华也很赞，对啊，我们的小编真的很努力耶，这样 OK。好，然后我随便跳刚刚前面有同学问的股票，3079，我在讲什么？3479，9点了，好了，这个看完好不好？你问说3479，昨天吃在101，防守100块，目前目标前高，你的目标前高是指哪一个？这个吗？是这个叫前高吗？还是这个叫前高？还是这个叫前高？到底哪一个是前高？那你吃在101哦，101防守100，好，那有机会吗？给这位总之给这位同学有机会吗？当然有机会啊，1%也是机会啊，2%也是机会，50%也是机会，100%也是机会。你问我有机会吗？我当然会说有机会啊。不能把机会放在我嘴巴里啦。有没有机会到这句话完全拿掉，会到也好，不会到也好，管他的，关我屁事。我就做好我的计划。我的计划是预计做到这边，好，预计做到这里，好，我的计划。那这个计划会不会来？不知道，宽心，不理他。老于说有机会就一定有机会吗？老于说没机会就一定没机会吗？你不要理我，我说的话都是屁话，不要理他，好不好？你要管的是管你心中当初下单以前你做好的交易计划。如果你预计要做到那边，那就做到那边，那就是只要那个计划是合理的。如果你说你要报到这里，那就不会是日线计划，那可能会是周线的计划。那有没有可能到？我不知道。但是这中间不可能直线到，它一定会经过一些锯齿状，上上下下，上上下下，那可能会这样子到，或是上上下下，然后直接打回来，打到你的成本，你要怎么办？这些才是你该想好的东西，这样好不好？好，那同学要我讲其他股票，待会我们有空我们再回来讲，因为我想要把时间拿来上眼前的正课，好不好？今天的这段正课其实是我想要借机讲给新手同学，同时间也带着老手同学们一起来看的，主要会讲给新手，因为我最近接收到一些私讯，包含身边的朋友问我说他要不要参考指标，他要不要参考大户筹码，要不要参考基本面，要不要参考财报这些，要不要参考世界经济，甚至问我战争对这个局势的影响，政治对行情的影响，他都在问我这些。然后我给他的讲法就是什么都不用看，价格就好了。所以我今天其实就是要讲给像这些这么新的同学听。其实如果你在你很新手的时候接触到我，你很幸运，就代表你的脑袋还没有被荼毒过。眼前有一大堆人脑袋被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荼毒过，我也是。我跟大家聊一下，好不好？所以新手，如果你接触到我这边，请相信我，旁边的这么多人会证明给你看，这么多同学们一直都有在追这些直播，就代表我的东西看来对大家似乎还有帮助，好不好？如果你能够在新手阶段接触到这边，就可以让你的心比较安定，比较不会被杂讯影响。来咯，那裸 K 的概念其实不是我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这个在国外行之有年。那行之有年，其实裸 K 英文叫做 naked chart，naked 就是什么衣服都不穿，好不好？那就是裸体的意思嘛。所以裸 K 就是什么都不看，就纯粹看价格走势。但是纯看价格走势，它也有好多种不同的流派啊，有的是用切线，有的是用形态，有的是用价格的动态，还有最近讲的什么 smart money， 有没有？有人问我说怎么看美股？美股刚刚讲完了，现在这个尖尖的朝上，我怎么样都不会在这边继续往上做。这样，来，以前的我大概看盘画面会长这样，其实实际上是更乱。那
以前的我看盘画面这是其中一个荧幕，然后这边有各种均线，好多条，然后这边是 KD 指标、MACD、威廉，然后旁边还有第二个荧幕，第二个荧幕的上面开布林通道，两个布林通道夹在这边，这样布林通道底下呢开 RSI， 还有 CCI 指标、ADX 动量指标，然后同时间呢，我还会去画各种压力支撑线，所以然后我就会开始把所有的交易法，你去书局看到的交易法，我应该都会曾经，现在全忘光光了。站上均线买，好，我就拿回来用。那么有人这种说法啊？各位来，你有遇过今天站上均线，明天跌破均线的举手？Yeah, price action. I'm using price action. Yes， 就是价格的动态。你有遇过这样的举手？站上均线买，就一隔天，啊靠，怎么办？跌破了要卖吗？结果你一卖完，隔天又站回来，妈的，我到底是要怎么做？你会不会气死啊？这次然后就喷出，可恶，早知道不要卖。哦，好，我不卖。结果下一次呢，站上均线跌破均线，你又不卖，结果这一次不卖，你就直接叭就直接跌下来。到底要卖还是不卖？对吧？有同学说感觉画面乱乱的比较厉害，真的，各位你知道券商预设的画面，你去开户台湾的券商，任何一个开户一开始那个电脑预设画面就是长这样子，对吧？每一个券商都是这样，一进来就是好多指标，然后各种新闻在这边，然后基本面在这边，然后指标这里，然后旁边好多栏位可以让你新增各种指标，对不对？礼拜五早上没有早课，礼拜五早上，因为我礼拜四晚上连续上2堂课，还有晚上的课，所以礼拜五我真的会动没掉，我需要休息，这样。然后，如果你使用均线不够，你就想说，那不然我多看一个指标，我说，一个指标做多一点点信心，2个指标，信心增加，好，那就多看一个指标。不然我参考一下财报，我看一下基本面。我看一下这个大师怎么用均线，网络上这个大怎么用布林通道，哇，就开始加，好像加了一大堆东西，越加会越厉害一样。你回头想一件事如果各种技术指标越用越多，是越厉害的话，那应该现在网络上或是路上满街跑，大家都是神人，都超厉害的，然后都赚一大堆钱，对吧？但结论是没有啊，对吧？为什么没有？大家都太乱了。OK， 我以前甚至还有说，人家说压力支撑有用，我看书上有这样写，我就拿来用。结果我以前画出的压力支撑是长这样子，甚至更多条。我会把每一个小地方，这里也是，这里也是，这里也是，全部都画出来。然后书上说，如果涨破这一条，就会到这一条。废话，不然呢？不然要去哪里？如果跌破这一条，就会到这一条。如果这一条都撑不住，就会到这一条。不然呢？你画这么多条，有画等于没有画。然后我上个月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超厉害的，那个真的是我目前看过最经典的一个画面。这是某个网友，国外的网友的画面，这样，这是他的看盘画面，我不夸张，这是他的截图。我看到快笑死了。它这里面有，我看得出来好像有布林，然后这个好像是布林边界嘛，然后这个是各种，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对，对，我觉得这个萤幕是坏掉，它比较像是被棒球砸到了嘛，然后整个变成这样子。对啊，最好是你在看得出来什么东西，对吧？底下这个我知道，这是 MACD 啊，这个不止5线谱，这个万线谱，这样一定赚很多钱。但是你知道吗？以前呢，我的心里面就跟他这个萤幕一样乱，所以我在做交易的时候，一下子用切线，一下用均线，一下子用这个，我也试着去研究过财报，我也试着研究过，利率的升降会有什么影响。然后对黄金有什么影响？黄金是避险黄金跟股票会有什么影响？黄金涨，原油会跌吗？原油涨跌会影响股市吗？
然后股市跟利率，哇，这一连串，唉，对，有同学说好像阿嬷织的毛线，他还用粉红色的，阿嬷都用粉红色的，对 ，OK， 来，一直到最后，我这样一路从很复杂到很简单，到最后我的看盘画面，到最后就只剩下眼前看到的这样子，纯价格走势。那我有保留成交量，不是代表我会用成交量去看什么量增价涨啊，什么无量什么的，我都没有看这件事。我唯一看的东西，应该讲2个东西，对不起，是我在看现在是冷门时段还是热门时段。热门时段、冷门时段，一看就知道。第一个，第二个，我要看有没有一大堆人困在某些地方。有人困在那边，赞，这样就好。我的心肠很坏，我就是那个关门放狗的那一个，我就是那个把人家困在山顶上，好不好？困在山顶上，然后把这个送氧气进去的唯一一道窗户、一个门把它关起来，让这些人缺氧，然后自己跳下来，这是我最喜欢的事，好不好？你在市场上你就是要当这种人，好吗？关门放猫。好，有同学说你是新手买第一支股票，有什么要注意的？如果是新手同学，我建议你接下来这几周的影片，我会照顺序，照着我们交易的逻辑，一路的把接下来这几周把我的交易法全部讲完，好不好？所以请你花个几周的时间慢慢跟这中间就先看一下我们小编剪的精华，跟那个我们就是过去的直播，其实都很棒。筹码面会观察吗？不会，等一下我来聊。我曾经有试着，我之前在券商，我就跟客户讲说，来，你把这些均线拿掉，把 MACD 拿掉，把 KD 指标拿掉。我得到的第一句话，通常都是这个，老玉，这样会没有安全感呢。你有这种感觉的举手，或是说你听过人家这样讲，有均线比较有安全感，有 KD 指标比较有安全感，这样。那我当时我现场就反问如果你这么有安全感，你为什么还来这边找我学？有人去吃男子的老爷牛肉面我只有去他门口拍照过而已。所以你真的有拿你眼前的指标拿出来让你做得很好吗？对吧？所以以前会，现在会无感，无感是对的好，来继续咯。所以我也会叫他说，你不要看新闻做交易。那有些人会说，但是交易不就是世界发生什么事？我要知道我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我才可以根据那个事情做出我的交易计划，然后来研判这个市场会涨会跌，然后来买进或卖出，对吗？所以如果不看新闻，不就是眼睛蒙着做交易吗？你看我写的，如果这些新闻它是故意写给你看的呢？故意最近新闻才说台股说台湾好像要涨了，怎么样？有没有最近的事情？然后各位不知道记不记得1个月前而已就1个月前10月底的时候，全世界包含美股的新闻跟台股的新闻都看空还看多，你自己回去查，我就不查了，你就查一下1个月前的新闻就好了。好像世界末日到了，有没有？美股超级恐怖的，然后台湾也超级恐怖的，哇，那个要下跌。然后1个月后现在在哪里？然后1个月后现在才跟你说戳上涨，是这样吗？都已经涨1个月了，对不对？好，来注意看我这句话，我说事实上每个人都是瞎子摸象，每个人包含券商里面的交易员，包含很厉害的老板大户，每个都在瞎子摸象。为什么？有谁真的能知道全世界真正发生什么事，而且能真的评估出来说这些事情真正的影响？除了你身在最重要的位置，美国总统，他有能力一喊，然后就造成市场的动荡可以，对吧？除了这些关键位置以外，全世界有谁能知道？没有啊。那同学说看贪婪与恐惧指数就好了，真的。其实我今天我旁边搜寻一下。因为其实我跟大家说，你其实什么都不用做，你就看这个就好了。当行情落在这边的时候，行情落在超级恐惧跟恐惧这边的时候，这边才是你要醒来的时候。当行情落在这里的时候，你就是去睡觉就好了。
你去看一下过去的时间点，你去抓一下10月这边，10月初、10月底这附近，你去看一下这附近这么恐惧的时候股市在哪里，然后去看一下前一次大家这么乐观，哇，超级贪婪的时候股市在哪里，你自己去看啊，光看这个就好了，其他都不用管了。你看那么多线干嘛？看这个就好了，对不对？好不好？个股的公司体质不用了解吗？不用。公司体质怎么样子？体质好跟体质坏会100%呈现在你眼前的价格上，100%，超明确的。来，等一下我会慢慢的讲。所以呢，中间我会留时间让大家给我股票，所以你先准备好一些，待会我喊出来的时候，你要丢给我的股票，我会拿待会大家喊出来的股票来做一些实际上的验证，这样好不好？所以你必须要相信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价格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所有的技术指标，我刚刚上面给大家看的这些技术指标，这些 KD、RSI、MACD， 任何一个技术指标，均线，简单平均线，然后是什么那个什么加权平均线什么的，任何东西都是用价格去算出来的。经过某个程度的加减乘除，就是这样子。那你既然价格是用价格算出来，那你就看价格就好，你干嘛去看那个算出来的东西？是吧？所以你所需要的元素全部都在价格上。这一点对于任何的新手来讲很难相信啊，老于，那这样子在便利商店架上的那些商业周刊不就全部可以丢去回收了？对，我很认真说，商业周刊的人会骂我。商周刊都不用看，可以啦，你拿它来当出货指标，其实蛮不错的。你可以拿它看一看，新闻出来了，差不多了，新闻出来了，差不多了啊，大概是这样。这个可以了。然后网络上所有的新闻都不用看，全世界所有分析总经的分析师对我说的都不用看，对哦，因为他们所分析过的东西都已经在市场里。等一下我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有人说商周可以拿来盖泡面，Yeah， 商周可以拿来盖泡面，不需要从产业筛选。你知道我的选股很简单，我就是台湾50叫出来。我讲的台湾50就前那几档，好不好？它的成分股叫出来，然后一档看一下，1秒钟，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中型100叫出来，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我所做的股票都是我生活中叫得出名字的，例如说，我手上有巨大就是做脚踏车的我有捷安特的脚踏车啊，然后 Tesla 满街跑我看一下 Tesla， 手机用 iPhone 我看一下苹果手机，里面的晶片是台积电的看一下台积电，我所做的股票就是这些而已，我没有用很复杂的方式去选股，那些然后所以很冷门的那些股票我都用不到，这样好不好？来，这句话是最早以前我是在一个大哥的嘴巴里听到的。我曾经说过，我去遇到一个大哥，他什么都没有看，连图都没有看，他看价格就只是报价涨跌，数字数字涨一些跌一些，涨一些跌一些，然后他就跟我说，这里涨不上去，跌不下去，然后他就直接电话拿起来，他是比较年纪有年纪的，所以他就打电话的。那个我过去的故事里有讲到，我书里面也会提到这位大哥。总之我在他那边我学到的是，他也没有教我，我学到的是他什么都没有看，人家赚钱，他没有看任何技术指标，他也不懂，他就只知道价格来到哪里下不去上不去，就这样所以我后来才开始慢慢回来到最直接的这样。有同学说他有打电话的没讲到，有啦，他就3个萤幕啊，然后他就打电话打给他的营业员，然后萤幕上面就会出现他的挂单，这样。好来，总之继续我现在开始慢慢的延伸，还有东西所以价格上面早就能够看到大户的踪影，比新闻早超多，好不好？待会同学股票我一定会可以拿出各种例子来。有的同学说2329，好，待会第一支就是这个。然后通常你会讲到 smart money 的这种 concept 的人聪明钱的这种，你会想说，那我也要当聪明人，
我要当聪明钱，好不好？你还会去评估说这些钱是聪明不聪明？来，我想帮大家把这个想法拿掉，不用在市场上争着要当那个最聪明的人，不需要，甚至连聪明都不用，我们当笨笨的。好，台语那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点点吃三碗公婆”，默默的吃3碗公的饭，这样子。我们其实，在市场上，你只需要做到这样就够了。你所需要的迹象都在眼前，所以你要做的只是跟着这些迹象。注意哦，不是突破的跟哦，不是哦，好不好？所有相关交易的细节方法后面会讲到，我讲的后面是指后面几次直播。今天我先帮大家把观念给搞定。这句话，请大家放在心上。这不单纯只是在交易的市场上，这在人生上、生活上、求学、工作，跟另外一半相处，都是可以适用的。越自认为厉害的人，聪明的，我这么聪明，怎么可能会错呢？我这么厉害，我这么干嘛？对，那通常这种自负、自傲，有没有？这种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市场要教训你了，对吧？来，有同学说看老于学这个学心态很重要的影片，是啊，最高境界是连我都不看，真的哦。最高境界是你连我都不看，就只留下你跟市场，不用看老于，看我没有用啊，我不会带单，对吧？你唯一要的就是市场跟你，这样就够了。好，来再来，我刚刚底下这边有写，看看做空在12000的三商寿，在那里买台湾50反，有没有？然后在1100元买宏达电的星光金，你看一下他们里面有没有充满聪明的人？他们的老板是不是很聪明的人？是嘛？但是为什么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他自认为太厉害，所以他就忘记眼前很明显市场已经不对了。他买的位置是不是韭菜的位置？我先不管，这个进场点我先不管，至少你错了，你要舍得认输啊。所以不需要当聪明的，我们当那个笨但是舍得认输的那个人，这样就够了，好不好？来。这个前一段时间的新闻，11月19号的新闻，做空特斯拉资产缩水，传奇空头输惨了。新闻上面写说他这5年来做空特斯拉，然后我真的会很怀疑，你知道吗？很怀疑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没有特斯拉的车子，我也不认识特斯拉的股票。然后这是2018在这边，现在是2023，刚好这5年。这5年来做空特斯拉，从25块，这边当时25块，到最高375，就算是现在都还200块、250左右，对吧 ？Are you kidding me？ 光这一段就够他赔的，对不对？然后甚至有一些人还会教你再加码摊平空，对吧？然后包含，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他到底在想什么呢？那你说他有能力开一个这么厉害的基金，他不强吗？强啊，但是为什么他会输？因为他有一大堆先入为主的观念啊，这个很烂，特斯拉不靠电动车赚钱，特斯拉靠卖碳权赚钱的，所以他的车绝对不赚钱。你管他赚不赚钱？你管他是做什么赚钱？你管他公司老板是谁？股价会说话。我今天要传达的概念就是这个，你根本不用在乎老板是谁，不需要。管理阶层是谁？不需要，股价会说话，这样好不好？这是我刚开始才讲，这是上礼拜的影片。上礼拜影片在后半段快结束的时候，有同学问到这一支5347，当时我第1秒钟就是画出这样子，咚咚，满足区到了5347这边好像有这里，当时我就这样子，我说满足区到了，在这一根，结果你看隔2天咚咚就掉下来了，对吧？市场有人在告诉你，只是你不相信眼前的样子而已。所以所有的动态都可以从眼前告诉你。你说老于有成交量哇，出量追，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样子？你知道上影线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吗？上影线代表的意思是有人拼命冲，结果冲的过程中也有人拼命卖，而且卖的人力量比买的人还高。所以冲上去被拿铁锤敲回来，所以就会变成这个上影线。
卖的人很强，强到比买方还强，压下来，然后你还要跟他去买在这，这个叫做成交量。成交量是有一买一卖，嘣，这才叫成交。所以这么多人买，那反过来就有这么多人卖咯。那你想你要跟在谁身上？所以你说你需不需要去判断 smart money？ 我说真的，大家在这边练这么久，你早就具备有这些观念了，你不用再去学任何新的东西。对，我很大胆的说，我们的东西就够用了，因为它已经是最原始价格的动态了，不需要再为了复杂而复杂。你在干嘛？对吧？有同学说满足区是什么意思？投资者赚够了吗？不是，是亚当满足区。你翻这一根，这个是我大概下1-2个礼拜会讲的东西。这一根你把它翻出来，来 K 棒对起来，这里我用半透明 K 棒对起来 ，K 棒这样够像了吧？够像了吧？这个这边翻上去够了吧？所以它掉下来，它掉下来，在我的脑袋里，我觉得它本来就要掉下来了。你说有没有可能满足区到了继续喷？有啊，但是我却常常看到满足区到了就掉下来，常常看到。有同学说看 smart money 会让自己更乱，会啊。所以我其实我算很自豪的说，我们已经把交易简化到某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了。这是因为交易很简单，你才能花心思去做别的事情。我讲的别的事情不是在交易上的事，是你要接受扛责任，因为只剩下价格，你就没有办法推卸责任。如果你看的指标很多例如说你用均线好了，你用均线，你做了某个均线的交易，然后市场掉下来原来 KD 指标在高档啦，死亡交叉啦，所以才掉下来如果你看了 KD 指标黄金交叉做交易，结果没有黄金交叉上去，却黄金交叉以后就直接掉下来，有没有原来上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均线压住啦原来筹码是怎么样子你就开始推给任何一个技术指标，推给国安基金，推给外资，推给谁？你知道吗？你手上这张股票，这档期货是谁按下去的？有人拿枪逼你按吗？没有吧？是谁按的？是你耶，是你按下去的，是你按的，就是唯一要负责的就是你，不是任何人，不是老于，不是网络上的任何人，也只有这一瞬间，你把责任扛回自己身上，你才会长大，你才会突然间想到，原来我的交易计划很重要，我要在事先拟定好我的进跟出。我如果做对会怎么做？我如果做错会怎么做？错了没关系，就赔钱，有没有？所以其实你需要这样子，把这些全部都拿掉，都不关你的事，就没有任何责任可以推卸。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心思拉回来到最关键的价格的动态，以及什么？以及你心态的稳定度。这个要花很多时间跟精神跟自己对话，这需要的。来咯，价格的涨跌其实已经包含了全世界，全世界的分析师 check 都有了，法人都有了，散户都有了，不是他们说了什么，而是做了什么。注意这句话分析师在那个财务报表上面，或是在他的那个报告上面，分析报告上面跟你说这只股票好啊不好啊，他讲都是讲爽的，你知道吗？市场上有没有买卖那才是真的。来，我就用眼前的这只股票就好了。过去这里，来你看这只股票我说我自己买的这个巨大好了，日线我之前看的是周线，最早以前我看周线。来，请问你前一次来到这边是不是下不去？后面来到这边打破，对不对？我在大概这个地方，我就说，回来这附近其实很值得观察。这是我当时还有发文跟同学们讲。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这个礼拜会这样涨上去，谁知道？但是有没有人先知道？你自己看嘛，你看图就好了。来，这是日线图，各位，下杀，这个，这个人他告诉了我一件事情，本来没有人想要买，突然间有一个人想要买，那我就规划一下，下面这个边界还不错
我的单买在165哦，所以下来这里有没有？这附近这些地方就是哎呦，我不是在这个纯日线吃，其实我是用很长期的角度，看到周线在日线差不多，眼睛就直接闭着，砰就敲进去，就这样子而已。注意看几个东西，现在190，今天涨到190，出现哇成交量，我要等出现成交量，我才会意识到哦，原来这只股票有人做吗？还是在这之前早就有人偷偷摸摸在吃？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吃，但是我只知道这边，尤其是周线，来，我们刚刚说看到上影线代表上不去，过去在这个地方，来，这只股票它涨到这个地方，来，请问你在前一次来到这边的更前面这一次，是不是来到这边都出现上影线？是不是？对吗？所以来到这边上影线的意思是价格来到这边被慢慢卖下来，来到这边慢慢卖下来，然后就卖不上去，就咚就整个跌下去了，对不对？而这一次呢，来到这边怎么样？是不是又发生一样的事情？那我只是在同样的区域反过来看这件事情而已。我看到的是，哎呦，我把后面都遮住。我当时看到的是这样，这个东西，那我不想吃高，所以我就规划说，如果他有回来这个边界，来，这些都是我的。如果他有回来，那结果不错啊，后面几天就咚咚咚咚就掉回来啦，就是这样子而已，有没有？那这个没有很难。那你问我说，好，那我的交易计划我会怎么做？如果是我吃到，我绝对不会短出，这是我啦，我不喜欢，我都已经吃在周线的低点了，然后我还短出，这不是很好笑吗？对不对？我就抱着啊，为什么？我就抱啊，到200包啊，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周线的这里，会不会到？什么时候会到？我不知道，可能真的都不会到。那就不会到啊，我就抱着啊，反正我的成本那么低，怕什么？我在周线的这种大边界也怕什么？甚至他如果再回来了，再回来这附近，如果有回来哦，如果有哦，这里如果下一次有回来到大概这附近，我会再加部位，我不会出，我会再加部位，因为前一次出现这样子的图形，例如 NVIDIA 的周线。前一次 NVIDIA 的周线出现这个东西，有没有看到？这破底翻嘛，后面长这样子，破底翻在这，后面长这样，对吧？然后前一次台积电也是在差不多的地方出现这个，我们曾经讲过，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人在讲什么 AI 不 AI 的，没有人知道 AI， 大家都是在今年的4、5月这边，5月、6月这里才狂讲 AI， 结果呢？讲完 AI 以后，就变 BI 变 BI 了，对不对？对不对？啊，这时候呢，有没有人先知道？有。那这些人在干嘛？我不知道。但是图形会说话，为什么破底翻的右下角会下不去？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会下不去。来，各位，我接下来画这张图很重要，虽然时间过了，注意听我讲哦。一个下跌的走势，来，各位看这边，一个下跌的走势要转成上涨的走势，假设要从这边走到这边去，假设它一定要经过什么东西？它一定要经过这个动作吧？它一定要从跌多涨少变成涨多跌少，对吧？那从跌多涨少变成涨多跌少，不就是出现这个东西吗？眼前这张图不就跟刚刚的 NVIDIA 超像的吗？有没有？所以我不知道，注意哦，我不知道在下面这个位置，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候，这个行情会不会出现，这完全不关我的事，那个是未来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个运动年鉴，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子。但是我只知道过去的经验里面出现这样子，未来涨到这边的几率，有出去，对吧？所以这个就会是我观察的边界，就是这里，就这样子，曾经下不去的点，跌破又站回来，
试试看，我只是试试看，谁知道哦？所以我后面的行情没有一次是在我预期内的，每一次都是预期之外的。但是其实我都知道啊，因为计划都做好了，对吧？这样懂这个想法吗？好不好？来继续咯。所以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眼前的。最后我留10分钟的时间，我今天到9点45好了，留1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狂问股票哦。你讲的股票我就开，好不好？最新的一支2383，我就用这个，我用这个来告诉大家，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眼前看到的东西，这个边界不错哦，只是可惜的是，我比较不喜欢的是这个东西发生在这个位置。如果它发生在这里更好，它发生的位置在这里，好吧？大家等一下，我先随便截图，有让我截到的就先这样，这一批先这样子，好不好？但是如果未来的行情到上面去，那这个地方边界就还不错。我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那你说这里很多人卖。很多人卖耶，对，但是也很多人买，对吧？所以可以观察哦，这样再来1471哦，来这个是我完全不会碰，跟刚刚那只股票不一样的。你知道为什么我完全不会碰吗？因为我1秒钟切进来，我看到这件事情，我看到上不去的边界，来到这边卡一大堆人，我们看到卡了一大堆人在山顶，没有氧气。而眼前这个边界就是他们能不能有氧气的关键，所以我完全不想坐在这样子的图形上，对吧？完全不想，好不好？那各位，如果你看过前几次的直播，这个我们将称之为什么？称之为87%，好不好？3013哦，这个我也不会哦，这个也不会哦，哦，这个有点像哎。怎么大家叫出来的都有点像？这个我不会在这边有任何想要进场的想法，一次都不会，因为它不应该出现。如果要做多的，它应该是下来出现惯性的变化，但是它却出现一大堆上影线这些上不去的边界，好讨厌！不要，这个不喜欢。再来3189。哦，长线位置对了，好，这个想法 OK。先看下周线，周线位置对了，而且有没有下不去？下不去可以，好，周线可以。日线呢？哇，日线这里有点贵，日线前一段时间有一些交易机会，不过如果是这样子哦，你看到这个东西，那你就知道，就算我等它10天半个月，1个月后如果出现在这边都不迟，因为这时候就会出现这件事情，就会出现这个。如果有哦，这个边会不错，但如果没有，这里不容易吃啦，因为前一次市场告诉我这边是上影线，我现在都没有用任何很奇怪的东西在评估，对吧？好，再来，6799， 6799哦，来，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坐在这，我反而会直接看这里是满足区。你一样，你拿这一根这么大一根，这里翻对过来，所有的图就基本上根本就很像，有没有？所以我不会坐在这，然后这边也同时间是3月、4月这边套牢的区域，我才不喜欢帮人家解套嘞！我最喜欢在高点把我的盘子丢给别人洗，我已经吃饱了，盘子给别人洗，哦，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情。那你说未来会不会涨，会不会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眼前，注意这个当下的概念，每一秒钟都是一个新的当下，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当下。我不在乎未来发生什么事，我只在乎当下。这个想法很重要，好不好？所以我这个，就算这边有一些做多的机会，有没有短线有支撑什么，这个我完全不会有兴趣。最大的重点就是来到这边出现这些，然后上不去。这样好不好？这个我们就很快的。旁边同学还有问到2417，好，我看到什么讲什么。哇，我不喜欢在这，因为也是同一件事情，短线也差不多，从这边看也差不多，怎么看都差不多。我不喜欢在这。那前一段时间有一些底下这个这周线底下应该很美哦，你看一下周线这么久的时候下不去。
对吧？现在的周线其实就是你这边翻上来都差不多这个位置，可能要承受一些震荡吧，等它震荡再说吧。如果是这样，3051，我眼睛瞄到什么就讲什么。周线不好的位置，完全不会在这里有兴趣。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有没有？而且注意哦，它出现尖尖的朝上，尖尖的朝上代表卖的人比买的人多。你其实已经看到聪明钱啊，眼前的这个 K 棒的动态就是啊，你不需要任何的借助。但是我还没有讲到交易法，我只是单纯告诉大家 K 棒有能力说话。那你说之前呢下不去的时候，来你说它前一段喷出以前，你自己看，喷出以前这个价格17块，来了就是下不去，甚至来了以后出现惯性的改变，我们看到惯性的改变，对吧？所以其实都看得出一些精华。9487，9487，我没有 key 错，这不是股票是不是？你有那个 Eric， 你再重打一次好不好？这样我才会知道你的东西。2457哦，这里不是我会喜欢的位置，我喜欢的位置是会在大家应该知道了吧？我喜欢的位置已经很清楚了，这个很常见，甚至这边是杀下来的满足区，而眼前呢，这个位置，哇，这里尴尬了，这边上去的满足区，然后又再撞墙，我没有到很喜欢现在的位置。如果它要回来，如果这张图如果有回来到这边，或许会均衡一点啊。但是眼前说的我都说不准，我都只是讲我的交易计划，但是计划会来不会来，不知道，这样好不好？1605其实一样哦，最近蛮多股票涨在这个位置，刚刚叫出来都在这个位置，这个有点尴尬，说上有一点点，但是说下也有，然后说撞墙也有，这种我没有很喜欢。我喜欢的是把这一段，这样子走出去以后，有没有？然后经过重新的整理又下杀以后，找到一些边界的这种东西，它，这个就是我讲的抬脚没有到抬得很，因为这边这一单理论上它应该要把这边走上去再走回来。结果才走个2下，哎呀，这个有点尴尬，这样好不好？来，再来，同学2478，有同学说是 IU 对不对？2478，然后2478我如果底下有单子的，你就看你是要做日线计划还是周线计划，周线就抱着日线就出场啊。老于你怎么这么随便啊？本来就是啊，不然呢？不然你要很认真的看待出场吗？太认真了啦，好不好？那这个你说刚刚同学是说2478 IU 没有呢，哪来的 IU？ 还是你讲的 IU 是空方？不要不要 ，Are you kidding me？ 从200跌到50，然后你想要在这个地方做空，Please don't， 不要 ，No， 好不好？4915，智深，日线你知道吗？刚刚好像有一只股票，1秒钟我会说，哎呦，可以观察不是立刻吃，但是可以观察，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刚刚这些股票一叫出来的第1秒钟，我是我的眉头就皱起来，就是因为它的处在的位置是处在于一个不是很喜欢的位置嘞，就我也不知道。2748来到这个边界，如果这边有长出下影线，隔壁这边我会更爱。眼前是比较多的上影线，这样下来，所以如果是我会刻意的去多等一个这种破底的单子，我会刻意等这个，有这个会好很多，好不好？不然这边其实现在就有点尴尬了，这样
2748，好，这样，好，剩1分钟，剩1分钟，好不好？来，1514，我是不是应该有一集从头问股票问到尾啊？1514就好玩了，眼前有2套亚当，第一套已经到了，第一套的位置，第一套剧本这样子已经到了，第二套剧本这里又一根新的，这样子。你说老于到底是第一个剧本还是第二个剧本？都是选一个，你就射飞镖选一个，你要做哪一个随便你。不是拿亚当来进场哦，不是哦，是你当初如果你是吃在下面这边的人，看到这边涨上去，来到这个地方，你现在就要计划，我是要相信这个亚当这里走，还是要相信这个亚当上面走，哪一个会对？我不知道，选一个射飞镖。直筒板随便一个拿来相信就好了，这样好不好？最后看一下天然气，我只是要证明给大家看，眼前的这些东西，其实你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好不好 ？Natural gas， 我看一下它有没有 future 的，这里有期货的哈。天然气日线还算在不错的边界上，日线还不错。小时 K， 周线呢？周线还 OK， 只是如果下一周会更美，如果下一周在这个尖尖的隔壁的下一周会更美所以日线已经可以开始观察这个边界了。如果是这样子，好不好？来啦，好了啦，各位好了啦，我这样没办法下课please， 大家还是狂问我等一下其实10点钟我还有下一堂课，你们不要这样子搞我啊！大家真的狂问。好啦，黄金跟小娜，好啦，黄金，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好像没有我就不行一样，不行好不好？理论上你应该是要没有老于都还能够看得出来，黄金我怎么样都不会在这里继续做多啊。我就一样的意思啊，跟前一次我们黄金在这个地方说不要做，然后就掉下来一样啊，对啊，好不好？那你说要不要做空？我只问你，这个惯性有真的烂掉了吗？小时 K 里面，有啦，小时 K 里面刚开始烂掉，刚开始上不去，只是眼前你也不会空在这啊，对吧？所以可能对你来讲就是等，好不好 ？OK， 怎么涂鸦？我跟你说，同学的这些问题在接下来这几个礼拜的课程中，我都会一路的带着大家走过去，所以请接下来的直播跟紧，我们就一路这样过去，好不好？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证明了，当你只看价格的时候，其实那个什么 smart money concept， 你早就会了，你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再去研究 SMC 是什么，拿掉，眼前的价格已经够你用。好吧，不需要再学各种流派，不用去判断市场大户在哪里，主力在哪里，筹码在哪里，都不用看。Trust me， 我已经这样子做了好多年了，全部就是这样子。我好开心，甚至我很后悔我没有早一点用这样子的方式看盘，好不好？来，各位跟我一起念咒语。今天好像有一些是新同学，那养成每天念咒语的习惯，这个咒语会改变你的生命，好不好？来哦，每天都是好棒的一天，好胖的一天，祝大家吃很饱哦。每天都是好棒的一天，会有好事发生在你我身上。我会尽力帮助身边的人，让他们过得更好，好不好？把这个养成习惯随时养成这种帮助大家的这种习惯，你会发现世界开始变，然后你的吸引力开始变，这样 OK？ 好了。那新同学们，这一年份对由新往旧看，我每次都是这一年份，好不好？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你至少也把我们小编剪接的那个精华影片先把它看完吧，那一支才10分钟，你至少看那个吧，好不好？那最好的话就是把完整的直播给看完，你会发现学到很多。OK， 那今天就到这边咯，各位晚安，拜拜。